孙夫人是孙权之妹，但所有史料都没有提及是嫡出的妹妹还是庶出的妹妹。孙权的父亲孙坚娶吴氏为正妻，并与其生有4男1女，分别是孙策、孙权、孙义、孙匡和一个女儿孙氏，但是没有记载证明嫡出的女儿是否比孙权年长或年轻。另外，孙坚与一名侧室生有一子，名叫孙朗，此处可看出孙坚至少有1位小妾。同时，孙权在正史中总共被提及有2个姐姐和1个妹妹，其中所提及的这个妹妹就是嫁给刘备的孙夫人，2个姐姐分别嫁给了曲阿人洪资和东吴大臣潘俊的第2个儿子潘密。按照史料中所记载的士必100余人、大遣舟船迎妹这种高规格的待遇来看，足见东吴或孙权对这位妹妹的重视。逻辑上推导，很可能孙夫人是孙权嫡出的妹妹，也就是孙坚的正妻吴夫人所生，才会获得如此重视。据此推导，那么2位姐姐很可能是孙坚小妾所生之女。此外，正史与其他史料中也均未提及孙夫人的真实名讳。京剧《甘露寺》等戏剧作品中称孙氏为孙尚香，而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孙夫人名叫孙仁。在第54回目的末尾处写道，孙夫人嫁给了刘备，双方在东吴举办了婚宴。孙夫人在史书中第一次明确记载，就是作为孙权与刘备联姻的政治牺牲品出现。然而，孙权为什么采用既没顾好的政治手段来笼络刘备？这就要追溯至之前的2场战争：赤壁之战和南郡之战。公元208年12月，曹操在赤壁和乌林兵败，撤回北方，留下曹仁、徐晃等人守卫江陵。周瑜和刘备则率军乘胜追击，发动了南郡之战，包围江陵。在围攻期间，关羽奉命绝北道，一直在江陵北部汉水一带活动，以求切断曹仁与北方的联系，并且和乐进、文聘、李通都发生过战斗。而与此同时，刘备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并且亲自率军向荆南4郡发起进攻，赵云也跟随其中一同南征。很快，4个郡的郡守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贵阳太守赵放、零陵太守刘度全部望风而降，并且刘表的旧部纷纷叛离曹操，跑来归附刘备。庐江人雷旭也率数万部众来投，吸纳了各方力量的刘备实力迅速壮大。虽然周瑜在南郡之战后分出游江口来安置刘备的人马，并且安排周泰驻军在游江上游的城地，周瑜自己则牢牢控制长江上游的江陵，试图限制住刘备的发展空间。但是刘备通过南征不断吸收各路人马，自身军事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增强。面对越来越难压制的刘备，孙权心里也随之变化，从之前的盟友兼潜在上级的心态转变成了对其警惕和忌惮。于是试图通过政治联姻手段，也就是出嫁自己的妹妹给刘备，来巩固脆弱的联盟，并且在之后以出借荆州的名义，将南郡、武陵、零陵、贵阳和长沙南部的人事任免权、征税权，也就是将这几个郡的实际控制权让给了刘备。回到孙氏这边，孙权的这个妹妹才思敏捷，性格刚猛，颇有他几位兄长的风范。嫁到荆州后，孙夫人身边一直带着100多个婢女，并且她们都时刻佩刀，势力在侧。刘备每次想进入府邸接近孙夫人时，心中都会感到惶恐不安，生怕孙夫人随时对自己动手。刘备身边的首席谋士法正甚至劝刘备趁早将孙夫人还回去。日后诸葛亮回忆起刘备身处公安的这段时间，也将孙夫人所带来的内部风险与北方曹操和东吴孙权的外部威胁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孙夫人在刘备身边是多么致命。从而可以看出，孙夫人对刘备时刻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而刘备面对孙夫人也极度缺乏安全感，双方之间毫无夫妻温情可言。很难相信在如此紧张并缺乏基本信任的夫妻关系中，两者会产生什么感情。这是一场充满猜忌和危险的政治联姻，随时都可能走向终结。而随着刘备入蜀，这段脆弱的夫妻关系也随之彻底破裂。建安16年，公元211年，也就是借荆州的后一年，益州牧刘璋在张松的建议下，邀请刘备进入益州，北上去讨伐张鲁，以便拿下汉中来帮他抵御曹操。于是刘备欣然接受邀请，自己率领黄忠、庞统、法正等数万步兵进入益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云别传》中记载，赵云被任命为刘营司马，
也就是负责荆州大本营公安的军事长官。同时考虑到赵云平时威严有度、稳重可靠，必然能整顿后方秩序，因此还特别委任他掌管内部事务。当时孙夫人凭借自己是孙权妹妹的身份，在刘备集团内部骄横豪强，他带来的许多东吴官吏和士兵也常常横行不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不受刘备集团控制的小集体，严重威胁着刘备后方的稳定。有了赵云负责内部事务，就能维持住大局。最重要的是确保核心人物少主刘禅的安全。但孙权听到刘备西征益州的消息，便立刻派遣大批舟船来接妹妹回去。而孙夫人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预备趁机将后主阿斗一同带回东吴作为人质。幸亏赵云和张飞及时带兵在长江上进行拦截，这才夺回了后主刘禅。另一则史料《汉晋春秋》也有几乎相同的叙述，不过该记载特地说明是诸葛亮派出赵云去江面上拦截东吴的船只，强行留下阿斗，放孙夫人独自回江东。孙夫人劫持刘禅的这一行为是临时起意为之，还是和孙权早已预谋好的，现在已无从知晓。此后史书中就再也没有了孙夫人的记录。孙夫人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本身就是东吴安插在刘备身边的一颗棋子。孙刘联盟自始至终都充满了阴谋和算计。然而在这场冰冷的交易中，最被忽视的是孙夫人个人的命运。在所有史料中，她只被称为孙夫人或孙权妹，连名字都未曾留下。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件政治工具，被兄长用来进行权力博弈。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龄相差几十岁、彼此充满提防的丈夫，并且被迫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敌方阵营之中。但是在这个封建男权社会中，他也曾奋起反抗命运，完美继承了父兄的英豪气概。孙氏绝非政治联姻中沉默的礼品，而是一个带着强大武装、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最终在自己的抗争之下全身而退，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江东。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孙夫人最终的人生结局如何，但是当她在归途的船上时，相信那一刻她是自由快乐的。以上便是孙夫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